盒子之外，跳出盒子看世界。今天我们来聊聊 MBTI 16型人格中的 INFJ 类型。首先，做这期节目我是满怀着敬意的。INFJ 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卫道士，他们为了信仰所付出的牺牲和努力，让其他的类型相形见绌。他们是16型人格中最稀缺的类型，在信仰渐趋式微的现代社会也显得尤为可贵。INFJ 4个组合的维度颇为矛盾。INFJ 善于思考和内省的同时，对事物的认知主要是关注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和内在含义，倾向于从全局而不是细节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同时，他们内倾直觉的思考成果通过他们主观的考虑他人的决策过程体现出来，同时也反映在他们有条理有计划的生活方式中。INFJ 的直觉是内向的，而他们的情感判断却常常是面对他人的。INFJ 内向却渴望与人建立深刻的关系， INFJ 以直觉甚至第六感觉感知着这个世界，然而他们直面内心时却非常执拗和倔强。 INFJ 的直觉是人际指向、现实指向的，因此他们经常可以在自己的直觉意象里看到他人的未来。 INFJ 拥有16型人格里面最强大的与人相关的直觉，因此 INFJ 的直觉最容易被身边的人感受到，他们也被认为是第六感最强的类型，也是对人性把握最深刻的类型。因为是非五感而产生的直觉，就连 INFJ 自己经常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捕捉到这些信息的。和其他 NF 类型一样， INFJ 具有一种博爱的情怀，又因为 INFJ 经常能看到一个人在精神世界要走的路，所以他们很愿意帮助他人发展自我，做他们精神世界的引路人，获得心灵的成长和满足。和 ENFJ 一样， INFJ 对他人的精神需要也很敏感，但 INFJ 不像 ENFJ 那样喜欢倡导和灌输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是根据自己对人性的把握和对未来的预见，帮助他人发现一条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路。 INFJ 希望看到被他指引的人自我觉醒，而 INFJ 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适时的给予帮助和指引，这也是为什么 INFJ 被称为引路人。和 INFP 一样， INFJ 也具有强大的想象力，区别于 INFP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INFJ 的想象力是受控的，有方向的，所以相比于 INFJ 善于把脑海中的意象组合成一个整体，使这些丰富的意象可以为自己所用。丰富而有指向型的意象导致 INFJ 擅长使用隐喻来描述人和事，这种描述往往是深刻而本质的，具有启迪灵魂的力量。INFJ 这种对意象强大的驾驭能力也赋予了 INFJ 独特的文字天赋。 INFJ 的文字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关怀，读 INFJ 的作品就好像和他们面对面的谈话，而 INFJ 也乐于通过文字的形式给予人启迪和指引。 INFJ 的 J 型使得他们具有安顿自身想法的倾向，而由于这些想法是系统性的，关乎他人的，一旦形成， INFJ 会坚定甚至执拗地去维护。INFJ 生活在自己构筑的信仰世界中，他们独立深沉、正直忠诚，坚持着自己苛刻的原则，即使面对怀疑， INFJ 型的人仍然能坚信自己，不为所动，比如《西游记》中的唐三藏，比如特蕾莎修女，比如纳尔逊曼德拉，比如圣雄甘地。If in these later years of a life lived in pursuit of equality, we can at last look upon our own country as one in which citizens, regardless of race, gender or creed, share equal political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We do so with great gratitude towards the millions upon millions all around the world who materially and morally supported our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If England does not grant your demands, what course of action will you follow then? Of course,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ll other phases of Satyagraha are always at our disposal, but whether we shall resort to this weapon immediately or what other steps we shall take, I cannot judge at present. 这是甘地在遇刺之后说的话，请宽恕这个可怜人。甘地用宗教式的死亡为世人做了最后的劝导，哪怕是他的敌人。沉醉于信仰的 INFJ 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为信仰做出献祭，对他们来说，生命的暂时性远不及永恒的人类情感意义重大。说到 INFJ 的日常， INFJ 型的人在学习中不喜欢没有温度的信息，因此对理工类学科一般不感兴趣，而对人文学科比较容易感兴趣，尤其是写作。 INFJ 对人性极其敏锐，但却是16型人格中最容易出现自闭症的类型。 INFJ 对人性的洞察力的反面就是 INFJ 往往过于敏感，因为敏感导致 INFJ 无需他人开口便能察觉出别人细微的感受，然而也因为敏感， INFJ 也容易因为别人的无心之举而受到伤害。 INFJ 容易在极度热心和极度封闭的两个极端中摇摆。 INFJ 在受到外界刺激时，往往会自我封闭，以回到一种宗教式、灵修式的自我疗愈状态。对于成长中的 INFJ， 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自己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害者，不必为了他人而承担反复的痛苦。 INFJ 要认识到自己特殊的能力，是为了去完成一个使命，而不是在狭小的格局中生活，这就可能浪费了自己的能力，只是用于感受痛苦。在 INFJ 看来，每个灵魂都有其尊严。 INFJ 认为世界上充满了不必要的不平等，拥有更多财富和更高地位的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挤压着弱者的灵魂空间。强大的 INFJ 会用他们的坚定和虔诚为人类纠错，因而受到信徒狂热的追随，把他们看作精神世界的引路人。INFJ 在获得权力后，往往会把他们朴素的平等主义践行到底，而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往往并不具备现实的土壤，而导致 INFJ 都意想不到的后果。代汉建新的王莽可能就是个 INFJ， 后世对王莽的主流评价是他是一个前后不一的伪君子，但他的种种行为似乎证明着，真正的王莽其实是一个在理想主义道路上脱轨了的卫道士。在儒学盛行的西汉末年，一个 INFJ 可以走到权力巅峰，但在人类大同的理想主义越来越式微的21世纪， INFJ 的生活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很多投机者也利用着 INFJ 先行者的名号追求着私欲，这让敏感的 INFJ 在表达自我之时更容易受到世人的误伤。更多的 INFJ 选择了默默地封闭着自己的情感。但愿世界对 INFJ 宽容，也希望 INFJ 不再承受更多的不必要的痛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盒子之外的节目，欢迎订阅，也欢迎转发给可能会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